美军突然大规模集结，霍尔木兹大战一触即发。中共在背后，伊朗局势的关键支点，伊朗总统或辞职，俄被曝向伊朗提供情报支持，俄军突袭遭拦截，乌军1.5天击退攻势。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中东局势正在快速升温，霍尔木兹海峡再度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以色列媒体3月18日晚间援引官员消息称，美军近期在波斯湾地区出现明显的军事集结迹象，其中包括2机攻击舰德黎波里号 USS Tripoli 在内的多支作战力量已进入部署阶段。相关消息称，此轮部署旨在为一项可能展开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其目标是解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尽管即将展开军事行动的说法目前仍主要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报道，尚未获得白宫正式确认，但美方增兵中东的事实已得到多家美国媒体及军方渠道印证。德黎波里号及其搭载的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正在前往相关区域，这一动向被视为美军强化地区军事存在的重要信号。有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相关行动可能需要约2周时间才能展开。不过，更广泛的评估认为，一旦行动启动，其持续时间将取决于伊朗方面是否继续阻碍船只通过海峡，整体过程可能延续数周甚至更长。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同步推进多项应对措施。《华尔街日报》和 Axios 均报道称，华盛顿一方面推动组建国际护航联盟，另一方面加快区域军事部署，为霍尔木兹局势可能长期化做准备。这意味着美国并未将当前危机视为短期冲突，而是预判其具有持续升级的风险。在这一框架下，以色列的角色也逐渐浮现。根据以色列公共广播机构 Gon News 的说法，以方初期将主要通过情报共享参与行动，为美国主导并可能联合部分海湾国家展开的军事安排提供支持。不过，这一细节目前仍缺乏更多独立来源的确认。霍尔木兹海峡地处伊朗与阿曼之间，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当前，随着伊朗持续对商船实施袭扰，过往油轮数量明显下降，这条能源咽喉正从区域冲突节点演变为影响全球能源市场的关键变数。从军事角度看，德黎波里号的部署具有重要象征意义。该舰及其搭载的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可提供数千名兵力、多艘配套战舰以及 F-35战机支持。分析认为，这一部署显示，美方已意识到，仅依赖空中打击与威慑，或不足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安全通行。在市场层面，这些变化同样释放出清晰信号，霍尔木兹危机短期内难以迅速缓解。只要海峡通航无法恢复正常，国际油价、天然气运输、航运保险成本乃至全球通胀预期都将持续承压。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美国正为潜在的下一阶段行动加速铺垫。最新消息显示，美方正向中东增派约2500名海军陆战队。这一部署被普遍解读为，美国已不再满足于单纯依赖空袭与威慑，而是在为更复杂、风险更高的行动预做准备，包括可能涉及地面力量的介入。据 CBS News 披露，美国总统川普私下向身边人士表示，仍有许多决定尚未做出。五角大楼方面已经为其准备了多套后续行动方案，其中一个关键选项是否采取更具风险的行动，以获取伊朗核设施中的相关核材料。这一问题的紧迫性源于一个尚未解决的关键变数。国际原子能机构此前指出，在美以去年夏天对伊朗3处核设施实施打击前，伊朗持有的大约400公斤高浓缩铀，目前仍无法完全确认其去向。这使得是否需要进一步控制或夺取这些核材料，成为白宫内部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与此同时，川普政府对伊朗当前军事能力的评估呈现出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美方认为伊朗海军与空军力量已遭显著削弱，但另一方面，华盛顿依然高度警惕伊朗在非对称作战方面的能力，尤其是其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的潜在威胁。
在白宫看来，这种威胁门槛极低，伊朗只需少量人员，便可能通过布雷行动严重扰乱全球最关键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川普本人也公开承认，目前尚无法确认伊朗是否已实施相关部署，但强调希望尽快获得情报支持，以评估风险。另一个令美国决策层不安的因素是伊朗内部权力结构的不确定性。知情人士透露，川普已将当前伊朗局势形容为接近失控的状态，即决策链条不清晰，权力中心模糊，这在危机时期显著增加了误判与升级的风险。在这种背景下，即便军事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果，其成功标准也变得更加复杂。当被问及若无法掌握相关核材料，美国是否仍会宣布行动成功时，白宫方面刻意回避正面回应，仅表示相关选项仍在讨论之中。与此同时，来自海上的威胁并未减弱。英国一家海事安全机构披露，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已记录到至少15起针对船只的袭击事件，多涉及不明投射物。当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需同时应对导弹、无人机以及潜在水雷等多重风险，航运环境显著恶化。在反水雷能力方面，美国海军近年来的结构调整也引发关注。部分传统扫雷舰已被逐步退役，取而代之的是将滨海战斗舰改装为搭载反水雷系统的平台。尽管有声音呼吁重新启用已退役舰艇，但美军官员已明确表示，目前暂无相关计划，现阶段将依赖新型系统执行扫雷任务。另一方面，2500名海军陆战队的部署被认为是当前局势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是自2月末美以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以来，美方首次向该地区正式增派地面部队。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 高级顾问、前海军陆战队军官马克·坎西恩指出，这一行动本身已具备重大军事行动的性质。在他看来，美国显然已经意识到，仅依赖空中打击难以有效保护商船免受无人机与导弹威胁。根据分析，这支部队属于驻日快速反应力量，以步兵营为核心，配备炮兵、机动装备及后勤单元。其潜在任务包括协助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例如控制关键岛屿并部署防空系统，从而在局部区域形成防护泡泡，为航运提供安全保障。坎西恩认为，这类行动很可能演变为多军种协同作战，海军负责护航与海上控制，海军陆战队执行地面部署，空军提供空中掩护，甚至可能辅以网路战手段。除海峡本身外，美方也存在扩大行动范围的选项。例如，伊朗重要石油枢纽哈尔格岛已在近期遭到打击。有分析认为，若对该岛实施控制，将为美国在后续谈判中增加重要筹码。不过，相较之下，当前美军更可能将重点集中在确保霍尔木兹通道安全上。尽管如此，即便投入更多兵力，完全保障该海峡安全依然难度极高。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仅约33公里，航道紧贴伊朗海岸，使得伊朗可以利用岛屿地形与复杂海岸线实施低成本、高效率的骚扰与打击。在多种威胁中，无人机的使用最为频繁，虽单次破坏力有限，但具备持续消耗能力。而真正具有致命威胁的，则是反舰巡航导弹，其打击能力足以摧毁大型舰船。对于当前部署规模，坎西恩给出的判断相对谨慎。他直言，2500名海军陆战队远远不够，若缺乏盟友支持，美国在这一方向上的行动将面临更大压力。总体来看，美军增兵与多方案准备，标志着霍尔木兹危机正从威慑与试探阶段，逐步迈向实质性军事介入的边缘。而这一转变也意味着地区局势的不确定性与外溢风险正在进一步上升。在过去数十年间，中共与伊朗之间始终维持着一种稳定且不断深化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经贸往来层面，也延伸至能源、安全乃至地缘政治领域。随着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这一长期积累的双边关系再次被推至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下，成为观察地区格局变化的重要变数。回溯两国关系的发展节点，2016年，
中共与伊朗正式确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双方合作进入制度化、长期化阶段。此后，在2021年签署的为期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中，双方进一步明确了在能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区域战略协同等多个关键领域的合作方向。这一系列制度安排使中伊关系不再局限于传统贸易伙伴，而逐步演变为具有地缘政治意味的长期合作框架。然而，在近期围绕伊朗展开的史诗愤怒军事行动中，中共并未向德黑兰提供公开的军事支持或直接政治背书。不过，部分美国媒体与分析人士认为，中共长期构建的支持体系并未因缺乏及时介入而失去作用，反而可能以更为隐性的方式持续影响伊朗的战略韧性。《华尔街日报》的相关分析指出，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共在多个层面为伊朗提供了持续而稳定的外部支撑。这种支持使伊朗在面对国际制裁、金融限制以及外交孤立时，依然能够维持基本的经济循环与国家运作能力。特别是在西方主导的制裁体系下，中伊之间以经济合作为核心、兼顾地缘政治考量的关系，被视为一种对冲美国全球影响力的结构性安排。在当前局势下，中共官方选择有限表态、避免卷入的策略，实际上反映出其在多重目标之间的权衡。一方面，中共需要维护与伊朗既有的长期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又必须避免在高风险冲突中被直接拖入，从而影响其更广泛的全球利益布局。因此，北京在外交辞令上保持克制，同时在实际操作中维持既有合作框架，被视为一种兼顾风险控制与战略利益的平衡路径。尽管缺乏公开的军事或政治介入，中共在经济层面对伊朗的支持依然被广泛认为是当前局势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根据相关报道，在国际制裁持续施压的背景下，伊朗原油出口对中共市场形成了高度依赖。目前，伊朗每日约160万桶原油出口中，约有90%流向中共。这些原油主要由地方性独立炼油企业消化，成为其能源供应体系中的一个补充来源。除了直接的能源贸易，中伊之间还逐渐形成了一套更具灵活性的贸易与结算机制。有分析指出，这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为伊朗提供了规避制裁的空间。例如，通过以油换物的方式，伊朗可以用能源资源换取基础设施建设或关键物资，同时借助多层级金融安排与跨境资金流转，一部分交易得以在传统金融体系之外完成，从而降低制裁带来的冲击。在安全与技术层面，中伊关系则呈现出更加复杂且具有争议的特征。虽然中共自2007年以来已停止对伊朗的官方武器出口，但部分西方报告仍指出，个别企业可能通过商业渠道向伊朗提供特定技术或零部件。此外，也有观点认为，一些关键材料可能通过间接路径进入伊朗，并被用于导弹推进系统等领域。不过，这类指控多来源于外部评估，目前缺乏统一且权威的公开证实。围绕伊朗核计划的历史合作问题，同样长期存在争议。有非政府组织曾指称，中共在上世纪80年代为伊朗核项目提供过技术协助，并参与部分核设施建设。然而，由于相关问题涉及复杂的历史背景与多方叙事，这些说法在国际社会中并未形成完全一致的结论。除经济与技术层面的互动外，中共近年来还在外交层面持续推动伊朗融入多边体系。通过支持其参与区域组织及国际合作机制，北京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伊朗缓解了长期被边缘化的处境。这种通过制度性渠道增强联系的方式，被视为中共对伊朗软性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来看，在当前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中共对伊朗的影响并未表现为短期直接的军事或政治介入，而更多体现为一种长期积累的结构性支撑。这种支撑既包括能源与贸易层面的现实利益，也涵盖金融、外交乃至制度层面的多维连接。正是这种低可见度但高持续性的支持模式，使伊朗在面对外部压力时具备一定缓冲空间，同时也使中共能够在复杂的地区博弈中保持相对灵活的战略姿态。在未来局势演变过程中，这种关系如何继续发挥作用，仍将是影响中东格局的重要变数之一。
随着以色列对伊朗高层展开的定点清除行动持续升级，伊朗内部权力结构的不稳定迹象也逐渐浮出水面。最新传出的消息显示，伊朗总统面临的处境或已发生显著变化，甚至可能影响政权内部的决策机制。据以色列第14频道披露，伊朗总统佩泽西希扬正考虑辞去职务，其原因在于其在国家关键决策中的参与度被大幅削弱。消息称，伊朗革命卫队已在事实上主导战略与军事决策，不仅限制总统参与核心安全会议，甚至阻止其接触最高权力层。这一说法目前尚未得到德黑兰方面的正式回应，但其所反映出的权力结构变化已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如果相关信息属实，至少可以从中观察到2个重要信号。其一是伊朗文官体系与革命卫队之间长期存在的权力张力正在进一步加剧。过去，这种分歧更多体现在政策执行层面，而在当前高压安全环境下，军事系统的主导地位显然进一步强化。其二，则是伊朗核心决策层信息的不透明程度正在上升。外界此前曾有消息称，伊朗关键领导人物已秘密前往俄罗斯接受治疗，而总统层级却可能无法掌握完整情况。这种信息断层本身也意味着权力运行机制正趋于封闭化与高度集中。与此同时，以色列对伊朗高层的打击行动仍在持续推进。近期，多名关键官员在袭击中身亡，其中包括情报系统的重要人物伊斯梅尔·哈提卜。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遇袭前不久，他还曾公开表示已成功挫败以色列情报机构的渗透行动，但局势迅速反转，显示出伊朗安全体系正面临严峻挑战。此外，另一位重量级政治人物阿里·拉里贾尼及其家人在德黑兰郊区的空袭中丧生。相关报道指出，袭击发生在其家属住所，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区域，显示出行动具备较高情报精度。据《纽约时报》援引知情人士分析称，这一系列针对高层的打击已在伊朗官僚体系内部引发明显恐慌情绪。许多官员担心，类似行动仍将持续推进，而目标选择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这种不可预测性正在削弱政权内部的安全感。更为严峻的是，这种恐慌已开始影响政府运作。一些原本可能接任关键职位的人选择回避任命，导致部分岗位出现空缺，进一步削弱了行政体系的运转效率与控制能力。在外部因素方面，关于俄罗斯可能向伊朗提供支持的说法也在舆论场中流传。有消息称，莫斯科或通过卫星情报共享的方式为德黑兰提供一定程度的协助，但其真实性存在不确定性。从现实条件来看，俄罗斯自身正深陷与乌克兰的长期冲突之中，其军事与情报资源面临较大压力。此前，俄方在战场上也曾因卫星通信受限而遭遇不利局面，这使得其在当前背景下能够向伊朗提供多大规模、何种程度的支持，仍有待观察。综合来看，当前局势呈现出内外双重压力叠加的特征。一方面，以色列持续推进高精度打击，正在削弱伊朗高层的安全基础与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外部潜在支持力量的不确定性，使伊朗在应对危机时面临更多变数。在这种背景下，伊朗内部权力结构是否会进一步调整，以及外部力量是否会更深介入，都将成为影响下一阶段局势走向的关键因素。近期，围绕扎波罗热方向的战事再度升温。有消息称，俄军从其他战线抽调兵力，向该区域实施紧急增援，并发动所谓春季攻势，试图在局部战场重新夺回主动权。然而，这一轮行动在短时间内即遭到乌克兰方面的有效阻击。据 RBC 新闻援引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总指挥官罗伯特·布罗夫迪的说法，俄军在3月17日至18日期间，利用浓雾等不利天气条件发起突袭，重点进攻方向包括扎波罗热的胡利艾伯勒轴线，并波及乌东的红军村、波克罗夫斯克以及多布罗皮利亚突出部等多个区域。在具体战术上，俄军投入了包括坦克、装甲车辆在内的机械化部队，同时配合摩托化突击小组与步兵协同推进，试图通过快速机动与多点突破恢复此前失去的阵地控制。
然而，这一轮攻势遭遇乌军无人机与炮兵体系的联合拦截。乌方依托侦察与精确打击能力，对俄军纵深推进形成持续压制，使其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在约 1.5 天的交战过程中，乌军成功遏制了俄军进攻节奏，并造成对方较大规模人员损失，外界估计伤亡超过900人。分析认为，这是俄军近期规模较大的机械化进攻之一，其战术思路依然试图利用天气条件降低乌军无人机的作战效能。类似策略在2025年冬季曾取得一定效果，当时在大雪与低能见度环境下，乌军无人机作战能力受限，导致俄军在红军村方向实现局部突破。但此次情况明显不同，乌军显然已针对类似天气条件进行了战术与技术层面的调整，使无人系统在复杂环境中的运用能力得到提升，从而避免了此前出现的被动局面。这也表明无人机体系在现代战场中的适应性正在不断增强。随着冬季结束，春季到来，乌军也在酝酿新的作战行动。在扎波罗热等南部战线，乌方近期已逐步展开反攻，其战术重心不仅在于防御俄军进攻，也在于巩固既有战果并扩大控制区域。在这一背景下，连续挫败俄军反击，对乌军而言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稳固南线防御体系，另一方面也为后续更大范围的机动与反攻创造条件。据相关信息，自2026年2月至3月期间，俄军在扎波罗热轴线上的部分阵地已被迫后撤，局部战线出现调整。与此同时，乌军在扎波罗热东北方向的行动也取得进展，成功夺回多处失地。综合来看，其重新控制的区域面积已接近500平方公里，这在当前阶段被视为战场态势变化的重要指标。值得注意的是，俄军为应对南线压力，不得不从红军村等其他战略方向调兵支援扎波罗热。这种兵力在分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战线压力，但也可能带来乌东其他区域防御力量的相对空虚，从而为乌军创造新的突破机会。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